你他妈这一辈子你没想好这3条，你在虐待债主，知道吗？这个一点敬业精神都没有。你欠了人家钱，你还打人家，还骂人家，你有这个道理吗？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多子女家庭的海外润人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所谓的真知灼见也好，经验教训也好啊，善知识也好，希望以我的这个专能引来大家的欲。首先，我想跟大家提的一下就是我的感悟。你们知道我的同行自打科技进步流行了以后，就不再找小三了，因为找个小三就容易引起家庭的不睦。我的同行们就找小四啊，不是，我的同行们就找女人买卵子，找子宫代孕，生很多的小朋友，以肖老板呀，还有那个玩电子游戏的那个老板啊为首，他们生的都是一个加强连的数。我曾经在国内经商的时候，满脸酒色财气的时候，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后来我觉得，我看他们，我看肖老板啊，或者这个什么，我都不点名了，还文华也有这样的，我看他们叫高山仰止，我不是，我看他们，我是高山，他们是仰止。什么情况呢？你有没有想过？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就把我们所有人都问醒了。在座的现在观看的大概不到500个朋友，你们有一个人给我滚屏，我会念出来。你们告诉我，你们4代祖，就不是爷爷，是爷爷和姥爷的上边的爸爸妈妈的名字，就是爷爷的父母、奶奶的父母、姥爷的父母、姥姥的父母的名字，你们告诉我。滚屏，谁能说出来我就念谁。你们试试。我说不出来。我爷爷我叫什么？他叫王安忆。我奶奶叫王凤云，这我知道。我姥爷的名字我也知道，但是我爷爷的名字我不知道。我爷爷的爸爸的名字我不知道，爷爷的爷爷我就更不知道了。据我所知，中国人99%，这有一个知道，太爷爷叫谢良思，他的兄弟叫谢良秀，这是谢然。既然你们家有族谱，你们家挺了不起的，居然能保持4代的族谱。你看大部分观众不知道，我爸妈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王三娃完颜玉珍能不能严肃点？你看完颜洪烈年，我们大部分中国人只能记得3代祖宗的名字，4代祖宗的名字你都记不住，他离你多近？4代祖宗完全不知道他叫什么，连名字都不知道。如果他真在天有灵，他妈还能指望你什么？如果要是有族谱有祖坟，还能有个祖坟几点？可是中国大陆经过共产党革命，连他妈祖坟都没有了，山河4省全都平了坟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情况。你们想过没想过这意味着什么？100年以前的父母不记得了，100年弹指一挥间，黄禄德、黄润生、黄学增、黄建、黄庆龙是我厉害。目前为止，太爷爷曹振山、太奶奶曹文氏，就只有这么3个朋友能说出来。但是你太爷爷你记得，我问你姥爷的名字，爸爸妈妈你恐怕也不记得了，对不对？因为你上面可是有4个老人，爸爸妈妈8个名字说不出来了，能说出来1对名字的，就是爷爷那阵的Y染色体那阵的，就已经相当稀少了。500个朋友说出来的3个人，1%。那要说8个老人我全记得的，相信没有？我相信现在这600个人了没有？你们8个老人，就是4代祖以上的8个老人名字你都说出来的，我不相信有我给你打红包，大的红包肯定是假的，别糊弄我，对不对？所以呢，洛克菲勒，你别跟人洛克菲勒比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记不得4代祖的名字。如果记不得4代祖的名字，但是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第2个问题，你们自称是什么子孙？每一个中国人，连海峡对岸的都算上，自称是什么子孙？是不是炎黄子孙？炎是谁？炎帝。黄是谁？炎黄子孙孔孟故里。那他妈是多少代呀？孔子家已经70、80代了吧，对不对？自己给自己蹭上去，强行认祖归宗。炎帝皇帝就更老了，炎帝皇帝搞不好都距今5000年，甚至有可能距今更早的时间。从炎黄子孙，从 DNA 的角度来说，大的问号，中国人不是炎黄子孙。炎帝和黄帝的 DNA 跟你有个毛关系啊 ？No， 所有的中国人 ，every Chinese 从心里边都讲，我是炎黄子孙，我是龙的传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脱脂是一个伪命题，我会专门骂脱脂的人。你不要自恨，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中国种。那外国人老外给你弄基因检测，也跟你说你是中国人，没说你是不是 Chinese。所以我们万用不着，因为有个共产党丢了人，我们就不认祖宗了，这个没必要。那么我们今天不谈政治，只谈生命、生物，我们是不是文化根上至少大部分中国人承认自己或者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炎黄在不在东亚都？你说太对了，这位会员朋友 Freedom， 炎黄是不是东亚人都要打个大的问号，然后强行贴上去，说西人好到哪儿？西人也没强到哪儿，英国人强到哪儿？法国人强到哪儿？说自己是亚当夏娃的子孙，亚当夏娃是欧洲人吗？我问你们，严谨的想一想，心里没点逼数吗？亚当夏娃是哪儿的？是中东的，对不对？人家伊甸园好像是在中东两河流域吧。所以我们世界各地的人类进展到今天，其实都已经从生物体的蛋白质 DNA 遗传已经进化到了
生命的高级智慧生命的文化遗传。文化 DNA、灵魂 DNA 的遗传已经远远地替代了生物的肉体 DNA 遗传。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说出来，72代之前某一个先人，他叫孔丘，他说过什么话脱口而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张嘴就来，三人行，必有我师。72代孙，73代孙，再重复人家，我们是人家的精神和灵魂的传承者。所以我们的肉体 DNA 它的摊薄程度，容易摊薄程度4代摊为零，减损那真的是比加拿大的遗产税收的还多，4代给你归零。所以你又何其执着于你的肉体 DNA 呢？所以肖老板生100个孩子有什么意义啊？这100个孩子哪个能传承你肖老板的精神文化 DNA？ 他们现在恐怕都有些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所以生这么多孩子肉体 DNA， 所谓这些老板们，中国这些老板们什么一派胡言，蠢驴。当然如果是单纯是为了人类增强人类的人口基数，那不是蠢驴。像马斯克那样的高级 DNA， 我要增强人类基数，这个你打一个大大的赞，因为地球人口正在缩减，大家每个贡献。但是据我所知，他们可不是这么想的。我认识好几个，有个姓张的老板，咱们北京的大地产商，在这儿还买卵子呢，都60多了，快70了，家里边都跟小幼儿园一样弄的，有意思吗？有他妈什么意思呀？开个幼儿园，孩子都不认识你，你说句不好听的，你自己都老13、老15，为什么叫什么名真忘了？那这也没什么可笑的。你像你让我脱口而出，我儿子这个几岁了，我经常打错，我大闺女我说不错，但是我二闺女和我3儿子我就经常弄错，因为他每年都变。那你想我只有3个，那么30个呢，100%记不住，生日是100%记不住的。所以这个情况咱们就不可以再拘泥于动物，因为我们人类已经不是动物了。在这方面有很多先贤智慧大德值得我们学习。最经典的就是蒙古的这个最伟大的皇帝成吉思汗。大家知道成吉思汗的大儿子中文写成术赤，但是蒙古原文叫朱赤或者卓赤。朱赤是术赤卓赤，这个人他不是成吉思汗的 DNA， 不是成吉思汗的种，是他老婆被敌方部落抢走以后被日大了肚子然后生出来的。但是成吉思汗有没有歧视术赤？没有。成吉思汗对术赤视如己出，别挑我理，卓赤就是术赤，咱们好记。所以成吉思汗对于术赤或者对于卓赤视如己出。曾经有部下进言说，这是你的敌人的 DNA， 是敌人的种。我操，哪怕有一天他长大，会不会为父报仇？因为老板你把他爹杀了呀。成吉思汗说，啪，刀抽出来，再有言术赤不是我儿者，斩！别他妈跟我废话了，我待他如亲子，谁敢说他不是我亲儿子？对他老婆说，是我成吉思汗无能，是我铁木真无能，没有办法保护我的女人，以至于我的女人被别人当了战利品。我作为一个爷们儿，肩膀是方的，我他妈还能怪我的媳妇儿吗？而且我还要感谢我媳妇儿给我生了个男丁，他有这样的宽广的胸怀，他才能做草原之王，甚至是亚洲之王，对不对？你做大事必须有这样的宽广的胸怀。这是什么种？弟兄们，术赤或者卓赤可是他敌人的 DNA， 这还不是说一般人的陌生人的 DNA， 是死敌的 DNA。 所以咱们要跟成吉思汗学习。事实证明呢，他大儿子也对他非常够意思。术赤这一生真的是变成蒙古第一勇士啊，给他爸爸东征西讨立下了汗马功劳。咱们再往前面讲曹操，那就不用说了，曹操最喜欢干那个别人的老婆对不对？所以他们都有收别人的儿子，都有这样宽广的胸怀。这些古代的帝王都是人中龙凤啊，虽然他们可能不懂 DNA， 不懂的这个线粒体，但是他们从本能上，从他们的智慧上知道，文化父亲养父重于生父。所以我从小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我都替杨康的那个父亲就是养父不值啊，完颜洪烈不值。完颜洪烈对于包惜弱，完颜洪烈对于杨康，我就这么讲，我扪心自问，我比不上。完颜洪烈对于老婆的爱情忠贞和对于他这个养子的这种全心全意的爱投入，不计回报的付出，那是简直是完美的父亲。结果杨康在他们丘处机这个老杂毛的这个引导下呀，就他妈非得要杀他爸，把你爸杀了，为什么？你爸是你的杀父仇人，为了得到你妈。作为第三方是这样的，站在月球看地球是这样，但是作为杨康来说，他下不去手，因为杨康是有人性的人。杨康就像术赤一样，术赤能杀得了成吉思汗吗？下不了那个手，是上一代的恩怨。我有一半的 DNA 是我妈妈的，而我妈爱这个男人就得了，只能是一笔糊涂账算过去了。如果我妈妈也是要杀他，父母都要杀他，那我就干死他。但是他可不是，他对你那么好，所以可以说从文化 DNA 的传承上，从这个精神灵魂生命体的进化上，肉体 DNA 神父的观念值得抛弃。
所以我们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那我就讲点有意思的，讲点我们家的这个小故事。我有3个孩子，大家知道，那真的是一个妈生的，我没有换过老婆，我没有换过孩妈，就是一个妈生了3个。这3个孩子，如果你们不是多子女家庭，你们一定不能理解，你们一定以为完全一样的父本和母本的 DNA 克隆出来的孩子应该都是差不多，不像双胞胎也8九不离10。我告诉你们，完全不是。无论是智商还是情商还是赌商，3个孩子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性质，其多样性，龙生九子的多样性几乎超过不同父母的孩子的比较，至少他不跟邻居的孩子之间的差距没有那么小。我们一个爸一个妈生出来的这3个孩子，他们之间表现的不同，和他们和完全不同 DNA 的小孩之间的表现不同，几乎是一个水平的。我没有感觉，之前我多子女之前我没有这种感觉，我以为肯定都差不多。上帝原来如此给你彩蛋，我才知道为什么人这一生要修行，要做好事儿，要广结善缘，要了前世之恶缘，结来生之善缘，明白吗？你的子女就是你前世的债主，你跟前世的债主了债，这子女再来投胎，他就不上这儿恶狠狠的索你的债了。所以咱们这一辈子不要欠别人钱，不要结恶，尤其是欠了钱结恶，下辈子一定报在你的父母身上，你的子女身上，你的子女宫，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随着我们的修为的提升，我也发现孩子们变得越来越好啊，一个比一个好啊。所以虽然说生孩子的时候年龄在增长，肉体在机能在衰退，但是反而新生的这些孩子，他表现出来的这种自律性、服从性和智商、情商，他在不停的在给你惊喜。上帝在给你发巧克力，你打开的每一盒巧克力都不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盒巧克力的包装纸是什么颜色的，味道是什么颜色的，是不是你喜欢的。但是你做好了你该做的那份工作，哪怕是你上辈子该做的那份工作，你做好，你会开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盲盒。那么我的3个孩子就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我给你们讲讲他们的好玩的地方。大女儿是什么情况呢？大女儿的智商也好，她的学习能力也好，可以说既不如我也不如妈妈，她是一个非常平均的人类个体。所以她在幼儿园就会被霸凌，因为她长得也不是很漂亮嘛，那个普通的小孩，那个时候她是丑小鸭的样子，后来才慢慢的蜕变，越长越开，跟我一样嘛，我小时候也是小小的，所以她被霸凌。我不得不，那时候她在北京上幼儿园，我不得不去幼儿园出席家长座谈会。自从我出席了家长座谈会以后，我的女儿再也没有被霸凌过，因为老师们上我们家访了。家访完了之后，大家知道这是中国的师德，也都知道了，这就叫专业呢。所以她在中国是个不快乐的孩子，因为老师不会表扬她。老师除非知道她的背景，她有2个保镖陪着她上学，大概1.9米左右的2条大汉，所以老师看到她的保镖和送她的保姆车之后，就开始表扬她。但是大部分老师看不见她保镖，所以她非常不快乐。那么到了加拿大之后，我完全的另一个人生打开了。加拿大的老师和小孩子不歧视他，不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眼光看他。他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顺利的融入到这个国家，进了最好的私立学校，逐步的在我眼前一年一年的变化，变成一个美丽的充满自信的加拿大姑娘。这样的孩子没有青春期问题，非常乖的这么一个孩子，这是老大。但是客观的讲，说点老大可能接受不了，老大如果不努力是考不了高分的，他必须努力。他不像我和他妈妈，有的时候不用怎么努力就能考高分他真学不会。我给他讲电阻的时候，我给他补物理课的时候，我发现他完全不知道电阻是什么东西。我说女儿，那么你不知道电阻的本质是什么吗？我问你，温度上升，电阻会增高还是降低？你怎么在扔硬币？我看得出来你的眼神在扔硬币。温度上升，电阻增加；温度下降，电阻降低。这是你爸爸可能是在小学我就能理解的。为什么？我给他举了个例子，你就想象一下，在高速公路上有很多小朋友在横穿马路，这个时候你开车是要开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他说要开得慢一点，否则会撞死小朋友的。我说对了，你就把组成导体的金属原子理解为这些横穿马路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在震动，温度越高，他们跑的就越乱越快，所以你的车开的就越慢，所以流电子就走得越慢，这不就电阻增高吗？这么简单的物理形象思维，你做不到吗？他真的做不到，手把手的教。但好处是什么呢？倒是能会，教完了就会了。所以最后的成绩也是非常高的成绩。但是你说他有没有优势？当然有优势了。什么优势？我告诉你们，三姑六表舅，学校里从1年级到7年级，所有的小朋友他都认识。学校里边人家未必认识他，但是他都认识。学校里谁是谁的孩子，就是老师的孩子在哪一班，谁是谁的 cousin 是亲属，全知道。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有活动，全知道，不用记，过目不忘。所以别的小朋友的家长都是上我们家来问，说下周什么安排，只要问我女儿，我女儿全知道。这个就是比他弟弟妹妹强太多的地方了。就我们家这老二脑子好到揍地兽那大奔龙，脑子好到4年级在做7年级的数学题，
而且不累，没有上过奥数班，这是他姐姐完全无法想象的这种恐怖存在。下棋打牌就不可能赢他，包括我现在已经赢不了他了，这是他的智商的表现。但是他的情商或者记忆商表现就是什么？上完1年的学，这班里边25个孩子，他能认识20个，有5个人他不认识。这就是老二，这是一个妈生的，弟兄们，这个完全不一样。他只关心他自己，他倒不用说，他只关心他自己周围的环境。他心仪的小朋友，他喜欢的小朋友，他会跟人家玩得很好。但是他认为不是那么重要，他直接在脑海里把对方 cancel 了。这是老大根本做不到，老大做事就非常 detail， 非常细节，但是老二就是只抓重点。所以这是一个科学家的苗子，你说的太对了。他可惜是个女孩，如果说他是男孩的话，他很可能成为像黄仁勋一样的人。那么这是老二，老二去哈佛、麻省理工，那就是很正常。老二去那样的学校是很正常的。那么老三就又不一样了，老三是一个社交达人，老三是发自内心的关心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关心我们身边的朋友的生病情况、体检情况。一个几年级、2年级的小屁孩啊，就是发自内心的关心。他在度假的时候跟那些美国的老头老太太交流，结成这个就是帮派啊，一堆60、70岁的老头老太太，里边有个帮派的一个主要成员是一个7岁的小孩，这是我们家老三的特点。而且他可以团结一大堆的死党，老三几乎克隆了我所有的性格，智商也跟我差不多，没有二姐那么厉害，但是情商要超过二姐很多。这就是3个孩子的不同特点，这就是多子女家庭的基因多样性。接着就讲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当我们知道多子女家庭的基因多样性的话，讲沉重话题之前插一个轻松的话题吧。孩子说一定打架，那是一个塞伦盖蒂大草原，你们家就会形成塞伦盖蒂大草原，他们会争斗不休。这个时候中国父母特别容易犯的错误就扮演上帝的角色，扮演裁判的角色。每次闹意见打架之前，分开双方，停，然后控方选手给你3分钟说发生什么，辩方选手给你3分钟说发生什么，然后爸爸或者妈妈作为居中告诉你们上帝决定了，这绝对错误。为什么？你 involve 了，你进入了孩子之间的塞伦盖蒂大草原，是在捕食斑马的时候你介入了，不要介入，这是我的肺腑之言，这是我们家的经验。你要做一个观察者，你所要做的就是不要打死人就行，不要打残就行，自己的战斗自己解决。你会很快的发现，他们就像塞伦盖蒂草原的狮群或者斑马群，他们内部就形成了规矩。奏地兽就这么就把3弟驯服了。奏地兽现在不用打弟弟，奏地兽只要小眼神，咔，凌厉的眼神一过去，你看罗纳德里根总统，未来的罗纳德就完了，就马上完犊子，就是眼神杀。为什么？他们俩之间已经建立起来了这种等级阶级次序，眼神杀就行。所以当他们建立起阶级秩序以后，就再也没有打过架。老三最淘气了，老三前2天想让老二干一件什么事儿，怎么说老二不同意。老三想起来女孩的头发长，他拿小剪刀趁他姐姐睡觉的二姐睡觉的时候偷偷剪了二姐这么一点小头发，滋一声，然后跟二姐说，二姐马上惊醒了，跟二姐说，你要是不答应，我每天都剪你一绺小头发。完了 BBQ 了，弟兄们。老二发现自己秀发少了这么一小截，大概有1厘米长，捆扎在一起1毫米粗，他的秀发少了1厘米长1毫米粗这么一小捆儿。奏地兽召唤神兽变身了，就没打他弟弟，凌厉的眼神杀，你要再碰我头发，我告诉你我要干什么什么什么。老三拿着那一绺头发和剪刀就开始抖，剪刀都快掉地下了，就像被中纪委抓走的贪官一样，自己2只腿打着晃走出了卧室，走出了二姐的卧室。大姐在旁边偷偷的观测，大姐已经长大了，大姐观测完了这全过程之后，噔噔噔跑过来跟我汇报，爸，你知道刚才发生什么？我说发生什么？给我一讲，给我笑的肚子都快笑疼了。老三这一辈子都不敢再拿起剪刀靠近二姐的头发，哪怕1寸，他都不敢靠近了。为什么？就那个眼神就杀死他了。咱真的是我操！因为奏地兽当年动手的时候，就是建立起阶级秩序来的时候，那开始老三不服，我是派克，我是一个他妈的帮派的这个老大，我能服你吗？老二抓着老三的脖领子，就这么大家知道投降之前怎么甩白旗嘛？那个白旗就是我们家老三，老二就这么在 playroom 就这么甩他，我操！然后一撒手，老三就像练球运动员扔出链球一样，啪就飞向了这个房间的角落，哭了之后自己躲在纸盒箱里，躲在墙角哭，大概哭个15分钟20分钟，调整完情绪之后继续出现以后阶级秩序就正式建立了。所以奏地兽以后不用揍了，眼神一过去，我估计这种阶级模式大概至少要持续到他们俩的生理优劣明显表现出来。男孩大概15、16岁，女孩17、18岁，这个时候他们力量就会呈现，成型以后力量出现压倒性的变化。那个时候我估计那时候他们俩长大了，肯定也就不再动手了。但是呢，大概这种秩序是在3、5岁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你看现在他们已经又过了3、5年了，非常好，家里边一片太平。塞伦盖蒂大草原在按照上帝设计的模式运转，父亲和母亲不用干预。
所以咱们这个事儿，我给大家插播一段有意思的小插曲，就讲比较沉重的话题。作为中国父母来说，我们的责任，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来说，润人的责任，在国内的父母可能大家只能是减半实施，因为国内的教育环境不一样。那我们在润出来的，在西方，无论你是在日本还是在澳洲还是在英美，那你首先的责任应该是观察，你要扮演一个观察者的角色。这个是父母特别不容易做到的，父母特别容易 involve 进去，就是把自己带入的剧情。我操，你跳进去要当导演，而且你要当这个演员，那不行。你要观察什么？要观察每个孩子不同的天赋，你要对你自己的孩子进行英语叫 detecting， 就是扫描，就是打分，要对他进行归纳总结啊。我们这个孩子是什么，劣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家老大的这种优势，心思很缜密，但是智商呢不是那么强，而且呢胸无大志，就想做一个加拿大的普通人。这样的孩子太适合加拿大了。加拿大就是鼓励中产阶级的国家，他不鼓励有钱人啊。加拿大是社会主义嘛。我大女儿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个家庭医生，做个家庭医生就是她最大的人生理想。嫁个好老公，生2个孩子，1儿1女，这是她从小家庭梦想。买一个嫌我们家房子大地大，就买一个6、7千尺的地，里边有个2、3千尺的房子，有个漂亮的草坪，能看见左邻右舍，大家剪草的时候能打招呼。遛狗的时候能互相撸对方的狗，这是我大女儿的人生理想。所以她去美国大学参加了 camping， 参加了各种夏令营之后，她不喜欢美国，所以她所有的大学志愿都不报美国，都报加拿大，因为她不喜欢美国的那种 exciting 的那种，大家知道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的那种感觉，她不喜欢啊。那这就是父母的观察。那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要把她 push 到美国念大学，因为她会不快乐。明白，这就叫因材施教。所以父母首先要观测。我一说为什么把它放到私立学校去，那大概也许要放到第2节我们这个话题的第2个部分去来讲。而作为另外的孩子，老2、老3完全不一样。你就是硬币的一面叫雄心壮志，另一面叫野心勃勃。从小就体会出来，这点都很像爸爸小时候就那个样子，爱逗我，叔叔阿姨逗我。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我就这么无耻。我长大了，你长大想当美国总统吗？不当。那个什么，我当地球酋长。我上幼儿园的时候要当地球酋长，我就这么大的权力欲啊！地球酋长到现在没选出来，我要当地球酋长，是不是？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有些阿姨哈哈笑，好大的雄心壮志；有的阿姨就比较直白了，哈哈野心勃勃。我们家这老2、老3可有意思了，有的时候我送他们的时候在汽车后座聊天，你长大了想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要变得非常 famous。那你想变成？我要变得非常的 rich。我们在国外经常有一些房地产公司的卖房子广告，像一本精美的画册一样扔进你们家信箱。这俩货从小就喜欢看那房地产广告，只看第1页最贵的，就是这么讲吧，3000万加元以上的基本上不看。那个mansion，我长大了一定要买一个。我们家老2有一个名言，我当时正在送他上学的路上，我听他这句名言之后，我差点跟前车追尾，因为我被 shock 住了。我们家老2就是那个邹地寿，那时候才上2年级吧，还是3年级，特别可爱，说我长大了要买2个mansion，跟他弟弟说，他弟弟说 why 为什么要买2个mansion？一个我自己住，一个我离婚之后送给我的前夫住。我追尾了，我去，我回头说，我闺女，我操，你太伟大了，你爹我走南闯北，也算是他妈的见多识广，但是闺女你是我师傅，我去，我没有你这样的胸怀啊，我靠！所以这个你们给父母带来的这种乐趣，但是从这种只言片语中，你也能知道他们的性格。所以我追尾了，没错，这个对吧？直接 shock 了，我去，哪有买2个大 house 都是3000万美元以上的大mansion，一个自己住，这个好理解；一个是我离婚之后送给我前夫住。我去，那这个简直是天下第一流的前夫待遇啊！我去，不跟前夫抢，还要送他一个，仁至义尽，那真是大姐大呀！所以这个就是咱们小朋友之间不同的。我们父母的第1个责任就是观察，第2个作为父母的责任，非常重要的第2责任，弟兄们，中国家长尤其是父亲做不到。你要说母亲做不到，这个家如果母亲做不到，这个家就是 doom， 就是地狱啊 ，doom。不要叫岳父好了，你们太老了。什么呀，弟兄们，我跟你讲讲，父亲这支情绪一定要稳定，绝不能当街在别人的面前失去耐心，绝不能歇斯底里。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你都不要跟孩子歇斯底里。中国有句特别不好的话，叫当人教子，背后教妻。话不对了，这首先就把子当成一种动物啊，当人教子，背人教妻。其实无论是妻还是子女，都要被人教。因为你要尊重他，他是个独立灵魂，他就是太小了不懂事儿，你也不能当街去羞辱他的这个人格，就像牙齿是会越磨越损的啊，人格不会长回来。一旦他在童年被这样暴力的父母、充满戾气的父母磨掉了人格，他将用这一生来弥补他不幸的童年。而如果他有个幸福的童年，
他用一生的挫折都不可能消掉他幸福童年给他积累的幸福积分。所以我们作为父母，千万一定要性格稳定。天气多么美好，他居然又给他前夫买房子，我赶紧去设个信托，对不对？信托不就是防债主的吗？一个是防今生债主，万一从中国追回来债主，一个是防来世债主，子女给我败了，对不对？不要发脾气，一定要忍住，不要追尾。所以这个就是咱们中国父母很难做到的，不能做到情绪的稳定。就像老王那句名言：人如狗，养狗如教人。你看狗的基因品种正确的，第一重要的就是性格稳定，不能咬人。咬主人的狗，无论它长得多漂亮，都必须打死。为什么？因为它的基因一旦传承下去，他们这个就是反驯化了。所以咱们的作为人也一样啊，品种好，至于长多高、长多帅，这个都在其次，性情一定要稳定，动不动就我操失去理智了，我操完了歇斯底里了。大部分中国人有这个毛病。从我们自己角度来讲，我也有这个毛病。我经常歇斯底里，尤其是在国内做企业家的时候，那经常歇斯底里。为什么？因为那个环境就是歇斯底里的环境，而且我们的父母从小就用最难听的话骂我们。我当时在部队大院，我听见二红他妈骂二红，我都听不懂，那是唱着莲花落骂他闺女，什么脏心烂肺、狼心狗肺，这是妈妈在骂女儿。我靠，畜生牲口，活牲口，我操，我是形容不出来呀，我学不会。那个老太太骂那个闺女，你想她那时候我上小学1、2年级之前，那二红能是个性格健全的人吗？她长大了之后，她也会变成这样骂她的闺女的。所以我们不能把这种恶习传承下去，在最烂的洼地、最没有文化的野蛮国家，才会对自己最亲的人不斥，用最残暴的手段对待。为什么？因为你无能，你对这个世界毫无影响，你只能关起门来打老婆，关起门来骂子女，因为老婆和子女比你弱小，你他妈开着门来，你就是那最弱小的。所以你作为一个男人也好，作为一个女人也好，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不能这样去欺负自己的孩子啊！不是说这18年落你手里了，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啊，以爱之名进行绑架和勒索，你这一生做不到的，你凭什么让他做到呢？所以呢，第3点就是言传身教也非常重要。言传身教这就是俗话了，昔孟母择邻处，就是你做不到的事情，你不要让孩子去做，他不是那块料。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在北京，我非常尊重他，来这儿考察，带着孩子来的，孩子家就住我家里住了差不多2个礼拜了。我对这个孩子进行近距离观察，我发现这孩子不是块学习的料啊，他不是这块料。那作为他是个男孩，非常的好奇心重，他是什么料呢？跟你们讲，他对机械充满了乐趣。他如果在加拿大参加一个军校，或者参加一个类似 BCIT 这样的技工学校，学一个什么航空发动机修理、什么船舶发动机修理，他将来会非常幸福。做个电工啊，这边有工会有大国企，他去加航做一个机械师，非常幸福，年薪10几万，一年休1个月的假，每天朝9晚5，中间还可以不停的咖啡 break， 非常幸福，可以自己买游艇，自己去出国度假。但是but他妈妈是一个，虽然是我的高中同学，但是没有完成我这种进化，还是那种希望儿子叫龙凤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还有这样的心态，所以一定要把他儿子送到波士顿读书。我说你就把儿子放我身边吧，因为我身边现在也缺这么大的儿子，我把他培养成一个既懂农场，又懂轮船，又懂拖拉机的这样一个动手能力强的孩子，给他报一个童子军。如果因为他10几岁，身高1.85米，这简直就是身材太适合当兵了啊！那将来服务加拿大皇家空军也好，皇家陆军也好，做一个退役军官，多有面，而且是社会主流，不行，接受不了，必须去美国考哈佛去。一出悲剧在上演，我看到了这出悲剧正上演，因为他儿子根本就坐不住，你让他读书不如杀了他。所以这样的孩子，你去送到波士顿读顶次高中去，你家里是有钱，不差钱，他能幸福吗？他能考得下来吗？即使能进了哈佛，能毕得了业吗？他迟早有一天会像弹簧一样反弹出来，抽你一脸的血，对不对？是不是这道理，弟兄们？我这么说，人家妈妈不爱听，觉得老王你是什么把我儿子带歪了。本来我儿子还能学好，被你这就是又修拖拉机什么的弄成农民了。我心想，农民怎么了？加拿大的农民很牛逼的。你说你是 farmer， 加拿大的人白人是很尊重你的，为什么就觉得农民怎么？我操，总是把农民和他妈的流氓挂在一起。流民不是农民，所以就没办法。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家长的3大任务：铁肩担道义。你只要养孩子那天，你先想明白你做不做得到官而不 involve， 做不做得到稳而不歇斯底里，做不做得到己所不欲，勿施于儿。就是你自己考不上清华，你凭什么让你儿子考他妈哈佛？你要不要个逼脸？动不动就说年啊，你爹我当年家徒4壁，只有一个自行车，看经过30年你爹我的努力，
我们家这么多钱，所以你比我好。我操，你有没有点逼数？跟你努力有个鸡巴毛关系，有个蛋关系？是他妈你命好，你正好赶上了中国改开的黄金20年，这点逼数没有？你在一个上升的电梯里，就是他妈做俯卧撑你也往上走的。你他妈努力个毛！你20年以前拉爆你的信用卡，尽可能多的贷款，在北京买上他20套房子，你比现在做企业家的你挣的钱还多，跟你努力有什么关系？没个逼数吗？你努力占10%，国运占90%，你还以为你儿子再努力就能继续完成这样加几个零的跃迁吗？这世界有没有天理？你从零不假，你们家是0美元的资产，或者有台自行车28永久也不能算0美元，10美元的资产，你们家就10美元资产，好，你现在牛逼了，1亿美元，5000万美元，牛逼，好了，你就算1000万级的倍增，好吧，你们家现在有1000万美元，咱们就算1000万美元，你让你儿子再1000万级倍增，你儿子有多少钱？这可能吗？地球有那么多钱吗？都让你们家赚去，好事都让你们家，那叫国运。说就返贫，你怎么不说未来20年的中国孩子又把那1000万自行车又干回一辆永久自行车？所以人在一个上升的电梯里边做俯卧撑的过程中，你不做俯卧撑，你可能走得更快。不要因为你做了俯卧撑，你就觉得你的成功是电梯上来了，是因为你做了俯卧撑。哎操，跟他妈做不做俯卧撑没什么关系。所以咱们中国家长想好这3条再要孩子，如果做不到这3条，不要孩子。你是给人家上辈子就欠了人家钱，是人家的债主，你他妈这一辈子你没想好这3条，你在虐待债主，知道吗？这一点敬业精神都没有。你欠了人家钱，你还打人家，还骂人家，你有这个道理吗？